你真的了解你的身体吗？接下来的冷知识将颠覆你的认知。最后一条，男生勿看。第一条，不管你是否鼻塞，你的鼻子都不是两个孔都在通气。不信的话，可以试着堵住其中一个鼻孔，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感觉堵住了。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，两个鼻孔会交替上班，大部分气体只会通过一个鼻孔进出，两个鼻孔交替进行呼吸，不仅不易发生疲劳，而且还能很好的保护鼻腔，从而进行高效的呼吸运动。第二条，当你手指受伤时，是不是会第一时间放进嘴巴里，想用口水消毒？注意了，伤口不能舔，口水不但不能杀菌，反而还富含各种细菌，造成伤口的感染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在正常情况下，看似最脏的尿液才是真正无菌的液体。但你也不要聪明到用尿液清洗伤口，还是好好的使用消毒药物吧。第三条，感冒是无药可治的。感冒药只能缓解你的痛苦，真正治好感冒的是你的免疫系统。吃药也只是让你在这个过程过得好受一点。同样无药可治的还有口腔溃疡，你喷上去的药反而会让你的溃疡更严重，这样你的免疫系统才能注意到这块不起眼的地方，从而加速愈合。接下来3条都是关于子宫的冷知识，男生请注意回避哦。第4条，子宫会让你忘记疼痛。众所周知，生孩子的疼痛是最高的12级疼痛，相当于20根肋骨同时折断，并且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小时。但子宫的生理机制会让孕妇逐渐忘记当时的疼痛，以便再次生产。第5条，歇斯底里症命名源自子宫。历史上经常将人体解剖视为禁忌，以至于当时的很多医生都认为子宫会像小鹿一样在女性体内乱撞，并且当时的女性常常有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症状。当时的医生就认为这是子宫在体内乱撞，压迫了其他器官导致的，于是便引用子宫的单词制造了歇斯底里症。而医生想到的手段居然是用气味将子宫哄骗回原来的位置，例如给鼻子闻难闻的气味将子宫赶走，然后在外阴放好闻的气味将子宫吸引回来。当然，这种奇葩的方法并没有效果，直到解剖学的发展，医生们才终于知道子宫是固定不动的。但歇斯底里症跟子宫有关的说法已然根深蒂固，子宫表示我不背这个锅。第6条，女性自慰居然能治病。在19世纪60年代，身患歇斯底里症的女性会被认为子宫过于兴奋而切除子宫，于是当时患病的女性只能选择强忍或者寻找别的方式进行释放。但当时的社会认为自慰是可耻的，没有性生活的话，就只能请医生将手伸进自己裙下，通过按摩获得性高潮。因为当时的欧洲只有男性生殖器参与的活动才叫性爱，所以这在当时只是一种很正常的治疗手段。可这种按摩到达高潮的治疗方法耗时很长，给医生造成非常大的负担，于是一些自动按摩道具应运而生，也就是如今震动棒的由来。所以大家也不必以它为耻，毕竟它也只是一个医疗道具罢了。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人体的秘密知识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奇闻揭秘官，带你看遍天下奇闻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